这一杆下去，在我们村肯定是要打起来的。黄球一夫当关守在袋口，红球硬插一脚，还有蓝球的阻挡，已经没有任何勾出来的可能。但是老马却满脸笑意，好久没碰上敢跟自己整活的对手，这种鱼死网破的球型，马叔必须玩他的痛快。现在黄球距离摔袋最多1公分的距离，被逼绝境的2个大老爷们儿只能去拼谁的针线活更加细腻。想到这里，2个人都后悔没把《葵花宝典》认真学习。好球，距离越远控球难度越大。马桂莲歪嘴一笑，颇有深意，知道对手也是左手球员，所以一直留出向上角度。现在只要耐心等待机会，让对手不好出杆。被逼用上架杆的海菲尔德，那就必定是九死一生。但是前提就是必须要扛得住对手发起的远程攻击。如果黄球摔袋以后，蓝球又继续堵在袋口，那这一局就更没完没了了。Cushion first, a draw now. Good shot. Might have me trouble here. Liam. 真刺激，距离摔袋又少了几毫米，而且母球还来到了左手球员的禁区。好在老马还有一招袖里剑的绝技，不知道这一杆能否化险为夷。说斯诺克是最需要耐心的运动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？这要是换上咱们去打，怕是黄球早就进去试会了。看看海菲尔德能否守住微弱的优势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到底是年轻人率先出现了失误。这样的球型能少打1杆就能少1次出错的机会。老马满脸笑意地让出了球权，海菲尔德一脸无奈，但也只能自求多福了。Touching ball. Not. 绝了！老马终于等到这个机会，就是这几公分的距离，左手球员已经无法出杆。如果换成右手，力量上大概率要失控。就算勉强使用架杆，视觉上这么远的距离，要做到毫米级的控制，谁也不敢吹这个牛皮。老马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但是真的会有这么顺利吗？太漂亮了！海菲尔德居然真的做到了。本以为这场拉锯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没想到意外却来得如此突然。Time for you to sort of push this off. There's no way fair to stop the frame now, say for a re-rack, unless the players ask one, because every time this shot's being played, yellow is slightly moving towards the pocket. 黄球终于到了他的极限，海菲尔德罚掉4分，还送上一个自由球大人。现在贴库的绿球是唯一难点。老马算了一下分数，想要完成逆转，无论如何都躲不开这颗绿球，所以放弃了击打彩球，常规的打完粉球就能超分。没有 K 活绿球的机会，老马霸气的选择单叫，一招准度打天下的真男人，他要拼了。太疯狂了，难度这么大的绿球强行灌篮，这霸王硬上弓的感觉就是一个字。He's going to leave himself distance from the pink. If I didn't listen to the pink, no, see the position shot isn't as easy if you look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. Fantastic effort there from Mark Williams. 这一杆炸球下去，火箭直接疯了。玩呢！100年难遇的3球禁带，偏偏发生在至关重要的决胜局。原本倾向自己胜利的天平，瞬间就把自己置身淘汰的边缘。看着现在天女散花的台面，火箭的心已经凉了半截。反观老马这边，只能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而这一场超刺激的决胜局对轰，更是贡献了好几个超级经典名场面。如果你也爱看斯诺克，那这一局比赛肯定不容错过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剧情反转是怎么发生的。There's a lot at stake inside cushions, which could get him back to the table.
everything as if he's in practice. He's probably decided if I'm going to beat. 从两人的出杆时间就不难看出，这11局都是酣畅淋漓的进攻对轰。老马甚至打出了惊人的15秒，而这一杆黑叫红的失误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没能晚出杆几秒钟。大家觉得这颗红球还能单下吗？粉球明显的阻挡，但是这又是唯一的可能。如果母球刚刚能多走一点，那至少能叫到2颗红球抵赖。老马很认真的在研究是否还有其他可能，而导播也非常懂事，给了紧张的火箭一个特写，因为只要他拿下这局比赛，就能追平亨德利9进大师赛决赛的记录。当年谁是历史第1人的争论，也是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很可惜，就差了一点，但是局面仍然对老马有利。如果火箭没能藏好母球，袋口的红球基本上一勾就进。休息区的老马瞪大了双眼，跟火箭较劲的日子总是这么有趣。而火老师也丝毫不怂，居然想用翻带来借下红球。真男人之间的碰撞，主打就是一个硬刚到底。只可惜没能如愿，虽然中袋这颗算是没漏，但是顶库袋口又停下了一颗，考验老马心理素质的一杆，只要能够打进，这一局基本就稳了一半。真要命，关键时刻准度掉线。现在不仅中袋红球能下，还又多送了火箭一个袋口球。短短几分钟，剧情不断反转，台下观众的惊叹声几乎就没有断过。老马整个人都懵了。现在台面只有左侧红球稍有难度，不过这点程度的 K 球肯定是难不到火箭的。我们看看他会怎么处理。The left-hand cushion is the one awkward ball. Let's get that away. 好球，真的是如履平地，简单的就像日常吃菜一样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，老天爷准备再跟火老师开个玩笑。When he looked as though he was going to run out, the winner. I don't think I've ever trusted a donkey that before, John. I've got tension in today that I've never had before. This has been absolutely wonderful. 其实现在的球型怎么看都没有失误的可能，任何一个职业球员都能完成清台，而且火箭只要打进咖啡球就能超分。但是面对要追平台皇亨德利的纪录，强如火老师也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。The ground from near the distance that he wanted. He's missed it. 真刺激！台下连续不断的惊叹声，足以证明这局比赛有多少心跳时刻。好在最后有惊无险，咖啡球也完美衔接。不过火箭的打脸名场面也要来。火箭激动的提前庆祝，这在他的职业生涯非常罕见。那么多147和冠军，他都是云淡风轻。况且这还只是一场半决赛而已。可想而知，他这次是真的想赢。虽然已经手握7分的超分优势，但是要让老马彻底放弃，这颗篮球也是非进不可。很可惜，换上左手的火箭打丢了制胜篮球，这冰火两重天的体验，瞬间让他青筋暴起。现在老马需要做到2杆斯诺克罚分，并且完成清台才能逆转。但仅剩3颗球的情况下，还要做火箭2杆，只能说比登天简单一点点吧。这一杆很可惜，如果控球再细腻一点，确实能给火箭带来不少的压力。不过这已经是效果最好的一杆。在长达5分钟的防守比拼后，老马这杆2次撞击，彻底让比赛失去了悬念。注意看，火箭犹豫了一下，等待握手的他看到老马没有反应，是不是像极了你朋友不给你免最后一个黑把？恭喜火箭第9次进入大师赛决赛，老马又一次被迫见证了历史。这大概是老马最嫌弃火箭的事情。原本满怀信心等待火老师喂狗，结果只有隔着屏幕都挡不住的尴尬。这是2017年的中英表演赛，丁俊晖和梁文博一队挑战火箭的控球和马叔的准度。和单人赛唯一的不同就是持球方必须1人打1杆，全场的第一个远拍，梁文博率先拿下，表情地配上表演赛，反正想要他不抢镜头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开局就要直接把喜剧效果拉满。
这杆很可惜，母球如果再多走一点就是开局斯诺克。现在这样的长台留给火箭，那就准备坐下喝水吧。真离谱！不仅长台稳稳打进，母球还要带开左侧的红球，尽可能的给老马腾出下球路线。但是现在黑球是一个超级大反角，想要打进就已经非常困难。这两个斯诺克最顶峰的男人，还能创造奇迹吗？不愧是世上最准的男人，只要还能看到下球点，他就能给你干进动物区。不过现在情况非常糟糕，虽然母球左侧的红球还能进攻，但是想要继续链接踩球，火箭必须强行把母球拉出来，然后让老马打一个低分踩球防守。绝了！老马的字典里估计没有防守两个字，凡是可以用准度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叫问题。现在红球虽然比较分散，但是至少还有这3个难题。前面火箭极限压榨了老马的准度，接下来看看他是如何给老马擦屁股。从这几杆就很明显，火箭每次留下的几乎都是手板位，而老马永远都是只走一个大杆。要不是火老师准度绝对够硬，估计这一局就要打得稀碎。虽然火箭的控球搭配老马的准度，理论上应该是天下无敌，但是这其中要擦屁股的痛苦，恐怕只有火老师一个人知道。好球，高杆两库已经留出了向上的角度，这一杆打黑叫红，本应该水到渠成。但是老马粗糙的走，火箭只能叫苦连天。太硬了，不仅准进红球，而且母球还要强行纠错，留下的又是一个手板位。老马这球打的简直不要太舒服。漂亮的连打带开，火箭还在继续简化局面，现在超分已经没有任何难点，就看他们能否完成一两清台。打进粉球完成超分，这一局丁俊晖只是开了个球，碰上这2个人都火力全开，冷板凳也必须坐热。开局有老马的极限准度入局，中场有火箭细腻控球强行纠错，真的是谁来都没有。老马又留了一个大角度，可能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火箭的中带就没让人失望吧？现在已经没有简单的红球，看看右侧这2颗会不会让他们翻车。好球，左手球员留出的右手位置，这一杆老马已经控得非常细腻。漂亮！如果准度是外攻，那控球就是内攻，火箭就是内外兼修的扫地僧。正是因为他6边形战士没有短板，所以看他打球才会觉得特别简单。老马也秀气了，最后的粉教皇母球4库大绕台，回进了一个手板位。这2个人的配合真的太无敌，这么复杂的局面愣是全清台了。能这样拿。篮下说。篮下 A。篮下24。火箭很痛苦，马叔想骂娘。为了争夺第1局的开门红，火老师连带脚都用上了。这是2012年世锦赛，
上来火药味就直接拉满。两个出了名的急性子，却打出了非常罕见的防守经典。火箭更是连轰7杆斯诺克，其中1杆差点让马桂莲抓破头皮，足足长考了100多秒。老马这扎杆都别具一格，非要吃一库化解难题。而且更神奇的是，不仅没有漏球，防守效果还确实不赖。别看火箭还落后20分，像他们这种顶级球员，都只是在等待对手的一个失误，只要抓到一个不错的机会，基本都能一杆带走比赛。很可惜，老马这杆2库解球失败，不仅被罚4分，还要送上一个自由球大礼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并没有留下进攻机会。其实火箭大可以选择复位重解，但是他想到了一箭双雕之计。太妙了！打活咖啡球的同时，母球回到原位再做一杆，目的非常明确，为之后的清台提前扫除障碍。老马这次本想要反客为主，勾出绿球的同时，让母球停在黑球下方区域，但是意外的失控却毁了他的计划。其实现在防守效果不错，不过看他龇牙咧嘴的样子，明显很不满意。太离谱了，这个线路也能做到如此细腻，连续4杆斯诺克，火箭做到了抬手就有，而且1杆比1杆质量更高，老马的头都要炸开了。感情我不是在解球，就是在解球的路上溜达。不得不羡慕一下老马这个运气，绿球出现2次撞击，仍然是一点机会都不漏，球运完全在对手那边。火箭也确实非常无奈，他还能怎么让老马更难受呢？漂亮，硬邦邦的控球实力，但是火箭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连续5杆斯诺克的轰炸，不仅未能伤敌分毫，反而把自己逼入绝境。绝了，不愧是世上最准的男人，这球直接扎杆解禁。现在老马只要打进咖啡球就能超分，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火箭当初直接摆烂，还能省不少体力。现在老马已经超了5分，只要篮球打进，火箭就没有再起身的理由。很可惜，制胜的篮球没有打进，老马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但接下来火箭的举动更为疯狂，毫不犹豫地收下篮球。已经被超5分的他，居然选择只留2颗球来做斯诺克。我们都知道踩球越少，做斯诺克难度越大，但是火箭为了不跟老马抢黑，选择了最直接、最男人的方式。太硬了，对于想做球的火箭来说，也许2颗球和3颗球真的差别不大。这杆地狱级的斯诺克，顿时让现场山呼海啸一般。控球还是得看火箭。老马差点要把头皮抓破，不由自主地转起了圈圈，更是罕见的长考了100多秒。如果这杆解球失败，就要被罚6分，一旦留下机会，火箭就能超1分完成逆转。绝了，老马也不是软柿子，放弃了常规的2库解球，这3库解的是真漂亮。现在压力全部来到火箭这边，粉球停在袋口，已经完全没有做球的线路。这一杆不仅要把粉球勾出来，而且也不能留下一丝机会。好球！被逼绝境的火箭再次脑洞大开，利用带脚再次安排1杆斯诺克。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力量稍大，但凡母球能少走半颗球的位置，老马铁定要把头皮抓破。母球还是来找黑球，但是很可惜，意外的将黑球直接打死，唯一的障碍球都不复存在。火箭这一局只能说是输给了运气。老马丝毫不敢大意，坚决将推袋口进行到底，即便黑球已经是死球，还要继续给火箭做球增加难度。结束了。
粉球直接大漏，恭喜老马异常艰难的拿下第1局。但这是抢13的比赛，兄弟们觉得谁会先耗尽体力？ 1-0 contro Mark Williams.